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武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仁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另外，立法院荣誉顾问蔡英文陈柏惟马上赶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当然呢，对黄昌总召来讲的话，黄昌总召那跟所谓的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所以媒体里面的狗仔集团到底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的关系？有养狗仔吗？有还是没有？那这中间是爆料揭弊，还是这中间有所谓的政治跟监、甚或侦防呢？引起了大家非常多一些的讨论。王云川呢，直接就讲说，黄昌你要去做，黄昌就说我到底犯了哪一个法？那这整件事情对国内所有的政治的发展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好，那也不知道柯文哲柯建主席对这个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一些意见？但除了这个以外，我相信所有国人的心还是在花莲光复。花莲光复这件事情今天是头七的法会，那这个悲剧到底是单纯的天灾，还是中间掺杂一些人祸？这责任后面一定要厘清出来，一定要让往生者。为什么会发生像这样一些悲剧？总不能让家属看到自己的亲人这么不明不白的走。但在最黑暗的时候，你也看到我们台湾人最光辉的那一面。这几天，包括连假的时候，你看到有多少的产值超人，有重机超人，有所有的超人，没有披风没关系。那涌入了光复，希望能够让光复，让所有的同胞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能够恢复正常一些生活。但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了一些，包括为什么像医疗团队有人被挡的，包括连义主团，就是在我免费希望能够让大家吃到一些熟食的东西、热的东西，那中间为什么也会出现了一些波折？所有这些都让大家在觉得说过程为什么会这样？好，到底责任在哪里？不过一开始让观众朋友看一下，因为今天是头七的法会，当然包括花莲县长徐正伟也到了现场，让你先看一下。来，家属代表请到前面哦。哪里有家属代表？家属代表站在后面不是吗？有，这边。你们拍什么？你县长有没有到前面去祭拜过啊？对不起，那个仪式，这个仪式在前面，对不起。哪里仪式啊？家属都在后面啊，我没感受不到他有来过啊。来，他来到底要干嘛的？前面摆拍就可以，是不是？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经济部、九合局，以及我们林务署、水保署。有关处置花莲灾祸，现有副立委他的愿力，他的功德，才有能够大事化小事。如果假如像这个小林村，那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都是县长的时间。义山是前面那一段，我知道其实发生这个悲剧大家都难过，18条人命。就是后面我讲是单纯的天灾，我从第一天就问是单纯的天灾，还是中间有掺杂人祸？后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理清出来，没错，因为牵涉到有没有刑事责任的问题，有没有包括国家赔偿的问题。当然今天是头七法会，你总是要让往生者能够走得安息。最后面那一段是什么？对，我要讲的是说，尤其不幸的灾难有15位的这个罹难者，那办这个头七法会是民政局应该要去处理的，县政府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那你要把整个行政作业做好，一定要把所有的家属邀请来嘛，而且要以家属为主嘛，因为毕竟人罹难了之后，最伤心难过的是家属。你知道家属的心理的怨怼跟那什么，你都能接受，因为对他们来说，亲人明明在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结果？我不明白是最后那一段说什么县长的愿力，然后让事情大事化小。18条人命呢？是，所以他们整个这个法事不是为了让安抚所有的家属的情绪，而是安抚你徐正伟的情绪啊！徐正伟在那边哭啊，结果你的相关的举办单位的相关的人说，傅立伟他的愿力、他的功德才有可能大事化小事。假如像这个小林村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不但伤了这些罹难者，也伤了小林村这400多位的罹难者，你又把他挖出来。小林村已经很不幸了。因为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要强制迁离的法令要开始去做相关的灾害防治法的修法之后，未来之后所有的强制迁离都有做到强制迁离，高雄县他们高雄市都有做到强制迁离。会得罪人的事情，为什么这些村里长会愿意去做？因为这些村里长知道有小林村的这个案例，所以他们愿意做强制迁离的动作嘛。大马村的村长也愿意得罪村民去做强制迁离的动作。
但是我就要问花莲县长徐正卫，你为什么没有做好强制迁离的动作？为什么说你没有做好？因为你们在新闻稿里面，在花莲最速报里面，你们说你们已经迁离作业完成了。如果迁离作业完成，里面的所有的数据哦，包含无人自家垂直避难收容人数安置1清16人，所以总共影响人数1837户，实际居住人数6843人，收容人数130人，一清1365人，这些都有个位数的数字哦。个位数的数字绝对不是媒体捏造的，花莲最速报不会捏造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是谁给花莲最速报的？而谁给花莲最速报，最有可能就是县市政府给花莲最速报，说你们已经完全撤离作业完成。但是这些数据从哪里来的？如果这些数据是真的，那我们就不会看到佛祖街有那么多人去罹难，有那么多人住在1楼，他没有垂直迁离，因为他没有办法垂直迁离，他应该强制迁离到避难所。那为什么没有去迁离他们？你们说你们迁离完成了，在22号的新闻里面就说迁离完成了，那这不是造谣吗？这不只是造谣，它还有伪造文书的问题。这当然花检未来要去侦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闻？你们的统计出来了，你们说你们迁离完成了，但实际上却没有迁离完成，才今天有这么多人去罹难嘛。那这花莲县政府要说明清楚啊，他有没有他相关的行政责任？当然有他相关的行政责任啊。这些行政责任我们今天不追究的时候，但是你至少不要去演这样的戏，然后你还说媒体造谣，这个不是媒体造谣，这是所有的录影画面都出去了。你可以说媒体不应该报道，可以，你可以澄清说这个是别人说的，不是我们县府的意见，但是你不能说它是造谣，它是谣言，它就是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你县府就应该去承认说，我们不应该让主办单位去讲这些话。你可以做这样的澄清，但是你不能说它是谣言。该辟谣的，你有没有去辟谣？没有嘛？什么才叫做真正会危险到这个影响到灾民跟救灾志工的谣言？当天礼拜6的下午还是礼拜天的下午，那个防空警报才是谣言呐！那个东西你县府才应该澄清呐，因为它可能会危及到救灾，危及到所有人。因为这些所谓的产职志工在路上奔跑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发生踩踏的行为，它会不会造成2次伤害？会啊，这个是谣言呐。为什么光复乡的空袭警报会发出声音出来？这个你县府才应该澄清，你们未来要如何改进嘛？所以真正应该辟谣不是这个谣言啊，是真正会危及到所谓的灾民安全跟救灾人员安全的这些谣言才应该辟谣嘛。所以整个花莲县政府，你们不要只为了傅昆萁，只为了徐正卫他们的形象，然后去做这个法会啊。真正这个法会要安的是灾民的心，而不是你傅昆萁跟徐正卫的心呢。当然，我讲这个悲剧的发生，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但佩中，我们先简单回应，要不然这一块，因为今天是头期法会这过程，你说徐县长会不会难过？他一定也会难过。我相信所有包括地方父母官、花莲人多挺，包括不管是你说副总召，包括徐县长这些，发生了这样一些悲剧，只是后面那段真的那段就可以不要了啦。那段出来，你大家尤其那个。你看他讲问家属在哪的时候，那个家属在后面，那个情绪绝对能够感同那个家属的悲伤或什么，后面那段就不要了吧，就拿掉了吧，是吧？当然，在办这样的法会哦，我觉得不管是县府或者是家属，当然特别是家属啊，我们可能连观众、旁观者心里都非常不好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家属要认尸，要帮忙整理，所以这一次的今天的这个联合头七法会，基本上是花莲的殡葬工会他去办的。那殡葬工会今天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他说他包括香烟、除户、火化的过程，他们都有去告知家属这个法会事宜。但我也必须说，只要有人没被通知到，那显然就是这个工会在这过程当中不够细致嘛。那让家属这个可能感受到2次伤害，或者情感又受到这个不好的情绪，我觉得这都必须要道歉。县府虽然不是主办的，但是我觉得连带的他们也是必须要负起这样的责任。我相信县府一定觉得可以做得更细致，他们也愿意检讨。可是我很同意小武哥说的，就这一场本来应该是天灾，可是因为他人祸夹杂在其中，所以让它变得这么严重。卓荣泰一到花莲就说这个疏散是地方的责任啊，我基本上觉得疏散
这个已经有刑事责任了。花检在当天已经开始调查，我相信县府也非常乐意地检署去还原这个过程。可是中央不要这么恶心我说真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个是9月17号我们农业部这个花莲分署的报告，我给大家看9月17号日期在上面，我直接把它印出来。9月17号的时候告诉花莲县政府什么呢？我们提防疫顶影响范围3村58户，建议疏散45人，这是9月17号的报告，我给大家看，建议疏散45人。4天之后的9月21号又跟花莲开会，一样也是农业部的这个报告大家说修正了，好，修正多少人呢？告诉县府应该要疏散是180户，180户是大概多少人？大概是600人，依照常规来讲。所以他到21号还告诉县府要疏散的人是这些人600人。等到9月21号开会的时候，3个小时就这个报告，3个小时之后撤离人数变成1800户，6000人。刚刚义善哥讲的这个，我认为新闻稿是有时间差的。他讲他疏散完毕，很有可能是针对3点的时候那100户600人，因为在8月杨柳台风的时候已经很成功的疏散完。你不用跟我讲那个新闻稿，我就问你一句话：全台湾哪一个县市政府在不到12小时之内要疏散的人暴增12倍？你可以完全疏散完？高雄市做得到吗？全台湾哪一个县市政府在不到12小时之内要疏散的人暴增12倍？你可以完全疏散完？高雄市做得到吗？台南做得到吗？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今天如果中央告诉你前一刻21号3点告诉你说要疏散的人是600人，隔天早上7点的时候说抱歉要疏散是8600人，哪一个县市政府插了翅膀可以做这样的事？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所以没有人做得到的事情，天灾大家都不愿意，可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急剧的修改撤离人数。刚刚这个义善哥讲到中间有一个大马村，他成功的疏散完。我告诉你为什么大马村他可以很成功，因为他7月的时候就已经在刚刚讲的三村45户的那个名单里面，他8月的时候就因为杨柳台风，他已经全村都演练撤离过，所以他非常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要走，然后什么时候要撤到哪里去，他是演练过的，所以他知道。那我刚刚讲的从600人变成8600人，那8000人12个小时之内你要怎么通知完啊？所以为什么刘世芳，各位没有去想吗？为什么刘世芳他会突然讲出一个，哎呀，其实这个水淹过去了就好，大家只在琢磨说他好像讲风凉话，其实不是，因为他就在那一个时刻突然发现，糟糕了，原来他们委托测量的单位是这个，我如果没记错是阳明清大的团队，他们建议的人数是600人180户，可是等到台大团队在3点到6点这个会议加进来之后，告诉他不对，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要撤离的人数恐怕是10倍之多，所以刘世芳才会在这个会里面讲说，那垂直避难也是一种选项嘛，这个往上走啊，水过了就过了，这不是一个内政部应该要做的事情哦。不管是这个堰塞湖也好，河川也好，堤防也好，每一样都是中央管的。现在溃坝了出来了，淹得满街都是，连清理的工作都要靠民间去做，中央政府还好意思在那边跟大家讲一些便当被卡住啦，慈济车进不去，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请你们先回答根本的问题。你的撤离人数大暴增，哪一个县市可以撤得了？9月22号早上7点发红色警报，人数就是1837户，实际居住的人数6843户，这是就是还居住在那边的，没有迁离的啊。这个是花莲县政府的新闻稿，花莲最速报后来下档了，为什么要下档？如果你完全撤离了，你就完全撤离啊，你就不用下这个新闻架啊。被人家截图了，现在还留在这边，我相信花检一定有相关的资料。你可以说你没有撤离完成，你可以22号发新闻稿，我急需中央来协助我撤离。军车有没有在那边？有，在那边准备要接送你这些撤离的人离开所谓的光复的市区。但是撤离的要谁去撤离？要用民政系统的里邻长一户一户去通知。30个小时做得到做不到？30个小时，我至少知道高雄市政府至少他们5个乡镇1000多人都完全的撤离了，他们不到30个小时啊。你可以说他们有经验，但是没有经验，你在22号不应该发撤离作业完成的新闻，你应该说
拜托诶，中央，我即马无法度撤离，你会当军人，你会当消防员，你会当借调所有的人员帮我撤离吗？因为还有30个小时的时间。花莲县政府，你有没有提出中央协助撤离的需求？还是你们发了新闻稿说你们完成了撤离作业 ？OK， 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得到。我相信后续还会有很多像这样，尤其当花检介入以后，那要调查所有相关的一些。那现场来宾待会儿大概针对这个也会表达一些看法，但在整个过程当中，台湾最美的风景确实是人，在连假这段期间有多少人放掉了，包括自己的一些假期，涌入了到光复去，所谓的产值超人啦，所有这些让你看一下相关过程当中一些男性的画面。来，当事人可以看到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而且是一位没有一生一风的超人。台铁在车厢广播短短几句，表达满满谢意。因为这一站要下车的乘客穿着雨鞋，拿着铲子，全是自发性到花莲光复协助当地灾民的铲子超人。各位超人们辛苦了，喝个水。没有一句怨言，只为了要为花莲尽一份心力。火车站外更有时刻帮忙发水的志工，这群铲子超人晚上卸下任务，准备返程。光复车站更因为人数太多，一度受到买票影响，大排长龙。就好了，各位你看，加油！站长广播直接上车，后续再补票就好，加速疏散志工。我觉得台铁光复的那个站长，应该要被大家赞扬一下，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铲那个东西有多少人讲说那个累到你还要站在那边排队，然后站长就直接说进去吧，先上车吧，上了车再说，只要上车能够早点回去休息都对。这个就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一块，但是这一块当你看到这的时候，好，那又回到刚才大家在讨论到，从包括责任的归属，包括所有的过程，好，包括刚才。讲到说不管医疗团队啦，不管是便当间，来 ，Thank you。对，佩君刚才直接讲，大家要不要先把那件事情讲清楚，再来看有没有什么医疗团队啦，什么医疗团队车备组，包括义组团，然后所有这些在你眼中看到了什么？中央发现堰塞湖，中央地方都发现。原住民有一个原住民朋友比较年长，他说小时候6、7岁的时候。听到那个康康康的声音，就知道水要下来了。过去在日本时代，我们去看它的地理环境图，其实那边白天是住宅、商业跟农田，白天是商业跟农田区，晚上是不住人的。那总之因为一连串的规划，地势低洼，那常年冲刷，有的时候是700年冲一次，有的时候是7年冲一次，总之很久没有冲了。这一次下来发生很严重的事件。最早发现堰塞湖，其实堰塞湖几十年都在，但是因为地震地形改变，所以它能够积的水更多。那中央地方共同发现之后啦，发现完蛋没有办法炸，因为炸了哈，它水会往哪里跑不知道啊，等一下连北边的凤林都弄到，所以就设定好，大家讲好嘛哈，要有一个避难计划。大家上网看光复乡是有撤离计划的，那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执行？好，那我相信蓝营的支持者会觉得是中央的锅。那我坦白讲啊，你如果问我了，然后我会觉得是撤离计划执行不确实。所以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国军也好，中央也好，他去到现场，他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我这里画是一条道路，结果三角窗现在停车都违停，停到我战车没办法过，这暂时会发生的事情啊。遇到洪灾的时候也一样会发生啊。他们跟我讲说，这里本来建议我往那边去会有多少人，去到现场发现没人了。谁能够提供这一些当地的资讯？这是地方政府。所以我们先不讲洪灾，我们讲作战，因为防灾视同作战。还有几件事情要做嘛。第一个叫情报收集，第二个叫现地这个设部队，现地的这个规划，然后第三个就是执行，然后3个部分。那这三个阶段，其实地方政府跟中央单位它都会有扮演互动的角色。那总之啊，反正中央政府怎么样做，大家都有意见呐，
那我也不要去说服说你觉得应该是谁的锅谁的锅。你问我，我觉得是地方政府撤离计划执行不确实。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央政府应该扮演执行跟支援的角色。什么叫执行？执行就是像刚刚这个我们有更多的人力需要来帮忙，国军部队就出人。交通部能够搭便桥，能够畅通这个火车，然后甚至是可能是我不确定是公务单位、营建署等等的，他可能来协助做道路的清空，他还是会有其他的问题。民间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大力进来，然后让人家很感动？你叫国军去清民宅啊？我问你啊，你如果发现私房钱怎么办？这有发生过哦。老百姓大家会这拢阮某甲我藏的，迄黄金现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有挖到私房钱。国军进去出来有进行破坏干嘛的，后面没有办法处理，没有办法究责，所以规定上应该两边协调上就是好，我把道路跟大的范围清完，然后让志工们各地的铲子超人进去到家户里面，所以你们看到画面的分工几乎都是这样。那问题来了啦，你如果问我啦。撤离计划的执行不确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要观察，就是当地的居民怎么讲的，因为我们好像都在外面讲嘛。当地居民，我们看到一个北霸玩的，一个肉圆的姐姐，她跳出来讲说，我们都没有收到通知，都没有人要叫我们撤离，一样，你觉得是中央？你如果觉得撤离计划是中央，那以后接管花莲县政府，大家就支持。那你如果觉得他是花莲县政府执行不确实，他们才有改进反省的空间，不然就是这一次大家都没做错。那这样子的话，再来一次，大家还是会遇到一样的状况。不止他，有个弟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2楼自拍学生，他说他那个时候刚好在修东西，结果听到水来了，吓一跳，爬到2楼，那边自拍，几万个赞。他们家开干妈店，楼下的饮料都被冲倒了。他还发一篇文章说：“大家欢迎来我家领饮料。”结果被人家讲说：“你那个细沙，那个沙子真的很细，才会出现飞牛吞味，所以那个细沙都会跑到罐子里。”他打开喝一口，说：“真的里面有沙子。”我有一天我刚好有机会可以跟他通话，我问他：“你们知道要撤离吗？”他回头问他们家的长辈说：“我们家不在撤离范围。”他们家就在撤离范围。我说：“那有没有人来通知？”他说：“我们都不在撤离范围，怎么会有人通知？”我说：“那你知不知道如果水来要去哪里跑？要跑去哪里？是跑去学校、体育馆、区公所，跑哪里？我们就没有撤离范围，我们怎么知道要跑去哪里？”学校、体育馆、区公所跑哪里？我们就没有撤离范围，我们怎么知道要跑去哪里？还有一个新闻，有一个长者水来的时候，他刚好很幸运在车上，发现警报，村长开始在通报，水还没下来，他刚好人在车上，他被载走了。他是很极少数几十人，刚好那个当下要被撤离的人，结果撤离下来之后，他停在荒郊野外，他也不知道去哪，他又走回去了，然后他罹难了，那这个叫做撤离计划不确实。我还是那一句话，我政治上的口水蓝的绿的锅，我没有兴趣。人命对我来讲最感伤的事情是台湾自称科技半导体，人手一只手机电视，用这种最落后的方式带走人命，不管谁要负责，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查清楚嘛。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从军方的角度，如果今天我们说防灾等同救战，我当兵的时候刚好88风灾88风灾，我第一时间我在联勤单位出去，第一天晚上雨还在下，我都还记得那一天是猪哥会社，不知道第1集还第2集，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叫战备哨，我们就站在门口然后荷枪看电视，因为我们那个一般站哨站2个小时，战备哨站8个小时、12个小时，我们就可以2个在外面站，2个在里面休息看电视然后外面下着暴雨轮流，雨还没停，隔天早上我们2台车子就出去了，2台沐浴机，2台餐车。那个叫做第一时间抵达嘛，抵达的时候当然要问人在哪里不然你煮饭给谁吃？抵达的时候要问说灾民安置在哪边？老人、弱势族群这些中央不会知道的所以刚刚可能有人会觉得说便当或者是什么干道这些的问题就在于，我跟你讲，你如果要说2个都有锅，我都同意
沟通不确实嘛。啊，除非有人拒绝沟通，那这个人就该死。那不然的话，在两方沟通的情况下，这些都应该被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媒体不分颜色都在检讨现有的状况。可是为什么到了好，我们讲那个是责任厘清归属的一个问题。到了后面，当产值超人所有人全部都涌进去的时候，说实话，这么多人进去，包括吃包，你弄了1天以后，你光在不管是南是北，你平常的日子1天以后，你全身的那个汗水，所有那些你不洗澡不什么。你显然这些都是要整体上面要考量的东西，吃吧。那我到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就是那个义主团跟花莲县府订2万多个便当这件事，我不觉得它是个小事，因为这是所有的人，包括要来帮忙的人都要吃啊，都要帮忙啊，都要这些。那为订便当跟义主团为什么不要义主团？刚好有没有人告诉我？不是啊，因为你煮给灾民吃，县政府会没面子啊。不是不要义主团，是因为现在光复乡的路很小，全部都在交管。今天如果是县府有私心，不让跟他们不熟的，我这样讲好了。网络有一个阴谋论说他们有喜欢的便当店，所以不让义主团进去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慈济的车没有人在卖药吧？慈济的车应该要进去。那为什么慈济的车也会遇到一点状况？因为路很小，现在军方跟警方都有在做交管。卫福部不是讲了吗？他们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赶快印了通行证给慈济啊。各位不是做善事就无冕王现在在灾区，你要进去做好事，你还是要遵守当地的规则。那我可不可以也带5个便当，说我要去捐便当，我开车进去？不是针对义主团，而是所有进出灾区的车辆都应该要配合军方跟警方的交通管制。义主团只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去申请证件。如果他今天要做的是长期捐助，他可以去申请通行证，那就过去了。像现在这个慈济也是一样这样处理。那当时没有。那再来就是，其实我个人对他们讲这个数量，我是蛮存疑的。就我很好奇啊，不能讲存疑，我非常好奇他们是哪一个团体可以在这个一日之间，他说做了上万个便当。我对这个数量我是蛮好奇的。那但是现在在网络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包括有人在栽一张说什么热海便当是县府买的，城隍庙已经跑出来说要告，因为那个便当是城隍庙买的，是他们捐的。OK， 我简单讲，因为我当兵的时候，刚刚我们负责军牧实勤跟沐浴啊，所以我们灾害的时候就是煮饭给人家吃，就实勤嘛，那沐浴就是洗澡嘛。那吃饭这件事情，我们单位到第一件事，指挥单位要跟我们讲去哪里，多少人。我们一餐，我们一个锅子可以煮400人，一台车啦，就把东西丢下去，拉它这样出来400人，所以量能可以扩大服务。那当然这一次到底有多少人，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听得很确定啊，因为你如果现场没有那么多人，你也可能不会煮那么多，再来加上志工，所以正常的情况是这样子。今天这里发生灾害，我们交通都会毁掉嘛，因为你那个整个。所以你道路图要重画嘛，再来进出的路口你要重画，比如说南北各有2个出口，那就4条路进出。我们可不可以在那边设标示说，我们志工超人先到哪里报到，物资车到哪里报到，然后火车站会有一个出入口，志工超人请到哪里报到，你极端一点呐，支持傅昆萁的左转花莲县政府前进指挥所，支持赖清德的右转，也要随便你。就是要有一个报道处管制，现在就是没有嘛，便当不知道怎么送嘛，人到了现场不知道救谁。我有朋友去是怎么搞的嘛？他说：“一中恁到底光复乡哦，不我来救恁刀。”他不知道去哪里。就这个东西，我现在讲不只是便当，而且远大于便当的。反而是去那边，我还有听过大马村领便当，领完便当之后，大同村不是有一个村长出来说他没吃到吗？更幽默的事情是我稍后大马村说的便当发太多了，发过量了，他们可能预设那里会有多少志工超人，就发过去。那这个我觉得都，我觉得都是浪费跟可惜啦。其实可以有更好的规划。不是，就是现在的情况是在灾情之前，我们是找不到政府，馆长出国，然后呢，乡长呢，这有受灾户爆料，乡长。根本被爆是说，那个警戒当前呢，就是光复乡长、秘书、社会科长还在欺负羊肉炉，喝酒吃饭庆团圆。那当时他就县府说会在调查里，后来有证实了，那个乡长说有啦，我有去1个小时啦。所以人家在最重要疏散的时候，县长在韩国，然后光复乡长在这里，这是一个。所以当时是没有政府，现在政府出现了呢。
哦，我宁可这个政府现在不要在。现在是所有的物资进来以后，要开始救灾，要开始帮忙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县府不断挡，毛起来挡。先讲一个，刚刚讲那个吃饭的事情。有一个在就是光复当过老师的，他现在回来当志工，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他有一天，他那天早上，他去那个指挥所要领那个早餐的时候，他跟他说不好意思，你没有灾民证，你不能领。好，比如他觉得有道理，那如果物资不足，那当然是优先给灾民，他就觉得好，那不要紧，那反正我是来当志工，我不可能去摘那个早餐，他自己想办法。重点是他忙了一整天以后，晚上到了那个大靖国小，回到那个指挥所以后，他说旁边的志工塞便当给他吃。不过我是灾民，我不是灾民，我不能拿便当。那志工跟他说，全部都是便当，满满的满坑满谷都是便当。显然出现就是说，明明就有这些物资，然后你说只给灾民，结果搞到最后是变成是那些便当就变成坑下超生，这是一个好。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就是义组团的部分，好，那现在好吧，你说县府每生活你可以住，好，因为义组团就有在那边说他们很辛苦啊，什么一堆，然后现在县政府说好了，反正我用买的，好，就是不要让你们吃，然后义组团现在也失望离开，但这个还不是最重要，最打紧的，还有一件事情，那个。有一个乡亲，很多乡亲出来抱怨嘛。那有一个乡亲是说，他的车子啊，也骑在东周溪那个水灾的时候，他的车是在高处，所以他那个小卡车是可以用的。然后他现在呢，因为他们住在里面，所以他们需要一些物资，就是铲子啊那些东西，所以他就开到那个指挥所，开到光复糖厂的指挥所要领取物资。结果你知道那边的公务员跟他讲什么？他说一个灾民只能领一份。他说不是啊，我要帮我的邻居们，大家需要这些铲子啊，这些物资嘛。他说不行，就只能领一份。然后他就眼睁睁的看着全部满坑满谷。后来这个先生他就很生气，他就跑去另外一个议长张俊自己私人的那个民间的那个物资站，他说里面一堆物资，他就全部都载回去他的那个他们的村去弄。所以就显然你在挡嘛，那挡这个就算了。现在最扯的是连医疗都要挡。这也是人家出来医疗团出来讲，就是说他们昨天去送那个医疗物资进去，好进去以后呢，然后现在就是在那个光复商职那边，他们要出来，结果他说哦你没有通行证，所以你不能出来。然后他们就7个人就在光复高职的团队嘛，对不对？对，然后7个人就在光复高职这边等，他完全不能出来。两个医疗物资他是要进去要送出来，寄到出去。现在能寄到灾区，不管是用什么交通工具，现在有的用摩托车，有的是用车子，不管他能进去物资，我不懂你这里有什么好挡？当然花莲县政府就讲说因为交通管制啊，现在很乱。那我问你一件事情，你挡小山猫干什么？有网友说。他说他一天花30万，他找了7台的拖拉库卡车，7台的小山猫，还有那个拖吊，反正就是一个套装，就是七组嘛，进不去啊，因为他说你没有那个通行证，你也不能进去啊。他说他交通管制，你是塔卡派有，你看到他上面卡车上面堆的是小山猫啊，他不是去救灾，不然他去是干什么？这有什么好挡的？所以。花莲县政府说我们要交通管制，所以你知道现在变成乱七八糟。这个最可爱的事情是啊，网友大概也懒得理花莲县政府，反正有乌拉布的网友现在自己做这个叫做产值英雄 APP 地图，这就厉害。就是他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因为其实是这样讲，他前提是这样，因为很多志工到了花莲以后，他们走出光复车站出来以后，他们都往人多的地方去。那其实。就变成是，其实这边人已经够，可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偏远，或是另外一头还看不狼啊。大概因为重点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指挥嘛，除了只有花莲县政府在挡物资以外，其实没有人指挥。所以网友说好了，我也懒得理你了，他就做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叫产值英雄哈。你现在各位如果你要去花莲的话，你可以点开这个，他就可以跟你讲说现在哪里急需资源，志工多少，目前的志工总数有多少，然后这个有个地图，然后这每一个地方到底缺物资还是缺人力还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你到出花莲火车站以后，光复车站以后，你用这个方式可以让物资进行一种调配。这个当然是网友的创意，我们当然就觉得很棒。可是可悲的事情，我们学心酸是，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有一个指挥官来做这件事情啊。就韩国网友很好奇，他说你们台湾的志工超棒的，产值超人，还有什么面包超人、汉堡超人，一堆超人，反正全部都超人在那边。可韩国网友说，好奇怪哦。为什么他们的总统去那边开会的时候，才相隔10公尺的那个花莲县长，他就不来？为什么他们的总统去那边开会的时候，才相隔10公尺的那个花莲县长，他就不来？然后一个花莲糖厂里面有
花莲县政府指挥中心，有中央政府指挥中心，还有一个国军救灾指挥中心，现在是整个乱七八糟啊！所以你看，现在这种乱的情况，但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哈，乱归乱，台湾人的爱心真的了不起。你知道那个捐款账户啊？徐正惠当然很开心，他说拿了7000多万，说每一户要发5万，哎，不是劣迹啦，那个是人家捐哈。我要讲的是。有一个现金超人，他因为他花莲县还来不及发的时候，他也一个人拿了20几万，然后到那个救灾户里面，直接一个人就给1万。因为现在因为那边没有 ATM， 因为 ATM 领不到钱嘛，有些灾民他的提款卡根本拿不到，所以现在现金在那边是变得是非常重要。所以有那个就志工他就直接拿了20几万现金，一人发1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卫福部有一个0923的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捐款专户，6天的时间，他9月25号上线，到今天总共。募得了5亿元，6天就募得5亿元，这个速度是这个专户开设以来有史以来最快。而且最感人的是什么？你知道？你就仔细看，有21万笔捐出了5亿元，21万笔代表什么？有21万的这些善心的志工，就是这些大家他可能没办法去现场帮忙，还有一个一个这样捐。那我现在都是小额累积出来。他说里面最大笔就500万，其他都是小额的。我觉得真的了不起，所以在这个人性最光辉的时候，最善良、最慈悲的时候，拜托管建户、花莲县政府，你若没摘掉你就不要做事，好，你就放手，好，我觉得那个灾区的那个通行啊，还有那物资，可能会比现在更顺利。不，当然你说在大家就算发挥爱心，那现场当然也是需要管制，当然要不然的话怕物资浪费，包括怕人力浪费，然后一定要发挥在最好的一个地方，只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义组团这件事，好，不管他是不是能弄，佩君质疑能不能弄到1万个便当，但他们总是在现场弄了，大家看得到的这些。然后花莲县府，我看到他们之间的开会，花莲县府就是他们买25000个便当，要全部这样弄。然后义组团说他们的饭什么有被打，好，就算有管制有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办法马上解决吗？花莲县府是说虚心检讨这4个字。虚心检讨，他不是说子虚乌有哦，他是说虚心检讨，就表示确实发生过某种程度的问题。难道义组团不能煮？你如果觉得量不够，花莲县府不能另外再买一次，一定要25000个，然后义组团就觉得我要给你，那我们走，这边不需要我们走，有必要是这个样吗？这个，除非我看到的新闻标题内文写的有误，那麻烦大家出来告诉我实情指正。这个说这个被卡关的医疗说是花莲慈济的，然后他们被卡在那个地方，他们说我们是要去救人的，我们是医疗团队，然后内文是说抱歉，因为县府的长官那些在开会，对，救人重要，开会重要，因为开会要挡到医疗车队，所以才会出现后面好那算了，就发生所有这些医疗团队或什么可以这样，我不知道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在这整个救灾。佩君，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当然你说希望能够把人力、物力所有的发挥到最高，那也不是说发挥爱心，大家就跟一团乱一样那样。只是这件事情，我讲，当花莲县府跟你说虚心这样，一定发生了什么事。那义组团跟便当理论上，它本来不应该是完全冲突的事啊。这边在发挥他的爱心在义组，那为什么要到最后让人家碎心到没关系，我们撤，既然你们都不用，然后志工跟受灾户哭成一团。这不是大家要乐见到的状况吧？更不要说医疗团队，所有的这一些的事情，应该是某种程度大家还能够再协调好一点吧。超哥完全没有错。如果县府今天有人想做爱心，让他没办法做，或者这个爱心掉在地上没人接，县府做的不够好，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问全台湾的民众，他们比较想知道，我说1万就当1万好了，1万个便当被浪费掉了，非常可惜。比较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还是比较想知道一个已经存在10几年的堰塞湖会还最后监控来监控去，监控到最后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哪一件的真相是在这个时间点更值得去追根究底找到答案的呢？我跟大家讲哦，这个堰塞湖的初期形成已经快要20年了，民国92年的时候开始成型，但是是在113年的那个0403大地震之后才开始变大。那到今年的丹尼斯台风之后，这个空拍发现整个坝体变成500公顷，蓄水量大增啊，所以中央啊就开始这我们会开始监测哦，可是并没有实际上的动作。什么时候哪一天农业部林业自然保育署就花莲分署啊，哪一天才成立堰塞湖应变小组呢？我跟大家报告，7月26号，7月26号什么日子？是黄道吉日宜成立堰塞湖应变小组吗？
不是，是大罢免结束的日子。你说这恶不恶心？一中说没有政府，我完全同意，没有中央政府啊！你一个已经存在这么久的堰塞湖，你搞到7月26号你才成立应变小组，你像话吗？然后这无所谓，不是无所谓，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我跟大家讲，接下来大家不是各部会、中央、地方就会一直开会，一直去现场会勘嘛。8月11号杨柳台风过了之后，花莲县政府跟我们农业部又一起去现场开会。然后当时呢，这个是有录音档的，所以欢迎花莲地检这个录音档一定要记得调哦。8月11号在现场的时候，花莲县府的主秘就告诉这个农业部，这个有被做进去农业部的报告里面哦，说这个沿途，因为各位看到2个圈，我圈起来了，这2个地方是堤防啊。县府跟他说，这个堤防有这2个洞哦，哈，这个如果溃堤的时候要应变，要记得补起来。好了，那你知道中央怎么补吗？中央搬了很多沙包去，然后是说这个我完成了，县府讲了，那我做了，我搬沙包，这是搬沙包可以解决的事情吗？我同意你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县府做的不好啦，这个瑕疵都挑，包括那个什么，刚刚你们讲警报响了很危险啊，发生踩踏怎么办？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哈，是不小心误发警报比较严重，还是灾害发生的时候没按警报比较严重？没按警报事情是说发生了，8月的时候这已经开会已经决定好，这个中央已经承诺花莲县政府会发这个防空警报，那当时林保署意见不同，他说发海啸警报就可以，这个是中央这开会都有会议记录，会发。9月23什么都没发，所以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我在座我也都很欢迎你们回答我，究竟是灾难发生没发警报比较严重，还是现在灾难过之后不小心误发？我承认这也不应该犯的错，但这个比较严重，还是923当天什么警报都没发比较严重？我觉得先讲一下这整个时间轴。那之前这个李鸿源前部长他其实讲到，他说全世界大家对于堰塞湖都是比较陌生的，包含处理的方式，那只能唯一的就是监测再监测。那这个监测其实是从7月21号的卫星图突然发现，它这整个的状况变得跟之前不一样，所以表示在这之前都有不断的监测。那刚刚佩君也讲到说，20几年了，他就是用这样监测卫星图来看，因为那边是真的人到不了，除非你空拍机进去嘛。那21号的时候，他是发现了这个堰塞湖，它的形状已经变得不一样，开始密集的调卫星影像，一直21、22、23、24、25、26，一直到后面。那也召集了不管是阳明交大或者是东华大学，有的一起。然后最后在2个礼拜前找了李鸿源部长，把这个整个台大团队一起放进去嘛，大家来研判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当然没有人知道说未来到底会不会有几个台风，这台风会不会进来？所以我们每次在看台风路线，全世界大家用预测，先看哪一个美国预测的准，还是日本预测的准，还是台湾预测的路线准？所以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那监控这个是必要一定要的。那在这一个丹尼斯台风之后，你再来说这个8月11，其实应该是说在8月4号、8月6号。大家都去初步判定，当下是没有任何立即溃堤的危险，因为当下嘛。那后面11号其实开始，应该说是8月7号的时候，这个林保署他就开始跟这个农业署开始说，我们要有一个跟花莲县政府讨论一个未来可能有一个要疏散的因应策略，从8月7号就告诉他们，8月11号。花莲县政府有召开，而且这中间的过程，东华大学是花莲县政府合作的相关。你去看它的监测图，它其实提了2次不一样的疏散图，在第2次的时候，它是把范围整个一起来扩大，然后提供给了花莲县政府，它是扩大范围。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说，前面的监测到了台风来。到了这个8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说，有扩大，必须要扩大这样子的一个疏散范围，是从9月份的时候开始，他们觉得说这个可能目前还不需要这么大的范围，可是到后面发现这个台风预测的雨量其实已经远超过原本预测的，因为它已经比较靠近了。他在9月20号的时候，真的赶紧就跟他们讲说，这个一定会达到600毫米，要扩大范围，所以当时就把这个东华大学相关的跟台大的一起套用，才多出了这个扩大范围的这个疏散。那这个范围的疏散的这些会议上面，其实这几天的政论节目大家都讨论，从20号、21号、22号。花莲县的秘书长其实都有参与，也有告诉他，而且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也直接告诉花莲县政府说，
国军已经准备好了，那你这边疏散的人力，你要分配，要告诉国军，国军 stand by 好了，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洪水进来的时候，军卡被军卡，因为他们已经在现场 stand by， 因为现场的状况里有多少人，老弱妇孺在哪边。这些其实是县政府最了解的，我觉得这是民生系统。那你要告诉军队说，我到的时候，麻烦这个军队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啊，要去做一个分配调度的一个部分。那你要告诉军队说，我到的时候，麻烦这个军队去哪里去哪里去哪里去啊，要去做一个分配调度的一个部分。那我觉得直接讲了，一个地方的指挥官到底重不重要？我们前2天像我们大同区公所，我们在做这个防灾演练，我们助理有去，而且我有去了前面，我就先听他讲一句话：指挥官到了现场，好，他们让他模拟，指挥官就是以区公所来讲，就是区公所的那个区长嘛，区公所的这个指挥官到了现场，第一个是什么？确认各个位置的状况。第一个灾民，好，那他就是联络里长，里长拜托领长，这个叫民政系统。第二个，所有的物资到底在哪边？目前数量有多少？这些确认各个状况。那有多少人不见了、失踪了？这些必须要马上立即来通报。这个是连一个区公所他都知道我的指挥官有多重要，去到现场必须要做确认。那这个问题，其实你看，从第1天、第2天花莲的这问题，第1天、第2天，你可能到第3天，大家都还很混乱。你到了这个义组团，到了这些重机具的这个大家全台湾所有的善心人士全部都把它灌进去的时候，已经是第5天就连假那时候嘛。当你进去的时候，其实花莲县政府你要很明确的来讲说，里长都还在吧？有联络方式吧？有那边说没有网络，但有2G 电话，电话听都说打得通。你问你的领长，你那一领现在目前救灾状况如何？那有需要多少人？大家还缺哪一些东西？然后包含说我们进去的时候已经到第5天了，主要干道如果把它清开的话，它可以往哪边走？道路的规划，其实这些从到第5天应该基本来讲是已经要有一个初步的架构了。那你怎么会说因为全部大塞车塞住了，好，所以我要开始发这个通行证？这是你应该先过来，你也可以马上就说好，那你这台我先帮你记录，因为有些是怕安全，怕你进去之后可能天暗了你没有出来，我觉得你也可以把车牌号码、把司机的联络电话这些写起来做一个记录，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发现这台车没有，你打电话。其实这是一个可以用很快速或简便的一个方式来立即做处理。那这就是考验一个指挥官你到底有没有一个指挥的能力嘛？可是很显然，你在物资的情况之下，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不知道，像现在的糖厂，昨天也有人拿出来，就是网络上很多人就拿出来，糖厂现在堆了什么？那个单轮车，堆了这么多台，那是真的不缺吗？还是真的还没发下去？那以便当来讲，为什么有这个领长说我们的里面吃了3天的馒头，找不到便当？那这个他说他打电话到这个民政系统，人家叫这个社会科还是什么的，县政府叫他说，那你再多吃1、2天，你这个人力你没有办法知道说，我的志工是不是有办法可以配进去？那义组团也不是突然昨天才出现的。那义组团到底你可不可以去了解？因为我看这义组团的这个召集人，他一开始到的时候是有跟傅昆萁那个照片，他是有跟傅昆萁拍照，还寒暄问暖在讲话，所以他的量能这个产能可以有多少？有多少人可以去帮忙配送？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初步可以抓得出来，里民、里长、领长都可以来协助。那怎么会出现说便当有的太多，然后有人吃不到，有人吃了好多天的馒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指挥上面来说是一个很失衡，完全没有掌握现场的状况。如果你说好，我没办法100%掌握，但是你至少也要掌握，你要至少有一半吧，一半的状况知道。里长，你那边的里民现在有多少人没有东西吃？我还需要派多少人？军队也可以帮忙送啊，志工也可以帮忙送啊。那有这样子的义组团，那你说义组团就已经告诉你我是上面的义组团了，你还不让他上去，这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那如果这样来上空，我们就直接讲，我不知道大家现在的重点，因为18条人命的代价太大，所以从第1天还记得吗？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为什么大家会中央地方会互杠，谁都扛不起18条人命。那
花钱进来。刚才其实大家所讲的所有这些，包括通报系统所有这些，也不是我们大家说了算，任何一个人说的都不算。最后调查完的结果看会是怎么样？可是很显然，现在是媒体舆论战的问题吗？现在是每个人大家都希望在媒体上让大家知道我有多尽心尽力，我有多棒。傅昆萁产粮产的产值也会要发，也会要让大家知道。现在重点是在这里吗？我觉得一件事哦，看到其实923一直到今天为止，923一直到今天为止，你去看花莲县政府在9月23号成立了一个网页，专门就是对了马太案里面发新闻，甚至于它还有一个辟谣区。好，那花莲县政府干嘛这样做？当然，你花莲县政府本身就有自己网站，为什么要特别成立这个？还有一个辟谣区，就是想要澄清很多事嘛。无论他澄清是否与事实相关，他也是想要在舆论上面能够不要单方面的被指控。这一定的嘛。那当然，你说今天走到这里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傅昆萁委员什么9AQ 的问题，也在解释一些问题嘛。然后都说是一些个案的问题在处理，其实说实在话，它并不是个案它不是单一个案因为你说9月28号的时候，他们开始来了划制管制区、交通区等等怎么进去。那在防救法里面的第30条，同一个条款，我们在说强行撤离，不撤离最高可以罚52万的30条的第2款，其实地方的指挥官，其实当下他就可以决定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一定要离开，还有临时通行证我要怎么发。不是9月28号才发生吧？好，那当初说你为什么要挡了这个饭车啦、医护车？我们要让重机先进去。结果突然发现，重机也被挡。那你到底哪一个优先？你到底哪个优先？其实它是一个你的协调跟规划的问题，根本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之前面的6、7天义组团的车全部上去。你有限制，还是你有发临时通知那个临时通行证吗？并没有并没有突然一夕之间，你告诉我说要通行证，那要通行证也没关系。你在每一个重要道路的峡口，问清楚了，我当场盖给你，你就上去，也不是问题嘛。它出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灾后里面。你把灾区视为一个战场的话，你在战场必须要有战场资讯。那换言之，你应该把所有的相关人派驻到所有的地区里面去，当做什么？我的地方联络人。所有向你反映的问题，你直接就反映到指挥所嘛。那指挥所应该是有一个任务编组，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如何处理，应该马上就下去嘛，不应该是你的资讯几乎都没有嘛。你看那个大同村那个林长不是出来说，我反映了3天，没有人理他们，老人家还是吃面包包子，有没有反应？有啊，那为什么还是这样呢？而且他还说。里面是他最年轻，60几岁，比我还大，是最年轻的。那反应没用，那你的灾区管理就出问题了嘛？你包括刚才讲义组团的事，义组团不是我车子卡在那一天才上去的是早就上去了，早就上去了。然后他的便当的发放是还有来自于灾区的，告诉他们说我这边需要多少，我这边需要多少，我这边需要多少。有义组团不好吗？你不会派人去协助义组团如何把便当送出去，不是更重要吗？不是不应该说你不要煮了，我要挡你的饭车吗？
我不是应该派主人，你这些便当要送到灾区的，如果交通有问题，什么有问题，我帮你来送去一条协调，这不是才是应该做的事吗？就是因为这样搞到最后，那个刚才佩君也讲阴谋论一大堆，然后因为25000个便当，然后又有人讲了这个讲，还有这边要喊告，那边要喊告，就搞成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一件事嘛，就是说，如果你把它视为一个战场，你如何去建构你的战场资讯的获得？然后你如何去建构一个你随时要反应的处理问题的那一个？但你从现在看到，从现在为止，到目前为止，你都还没有看到这个系统。问题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如此完整的架构系统哦。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嘛，请问志工住宿的媒合是哪个单位在做？现在是交通部。到原住民灾区的志工的协调是谁在做？现在是原住民事务委员会。事务委员会，我都可以报告给你听。我当然知道啊。然后你讲完了，请问有哪一个是花莲县政府？农粮署做便当，经济部要去指挥发便当。有民众环保署调流动厕所。这民众今天在车上讲，他说他今天听完这个经济部的记者会完了以后，就是所有的环境部是清垃圾嘛，农粮署便当嘛，海巡，然后最后花莲县政府什么？花莲县政府有参与，他说便当大部分是我们订的，这个上面都跟县政府没关，这民众自己写的，我看完的心得。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在探究前半段，前半段检察官去厘清了，现阶段就是说，好，前半段我们在讨论撤离的问题，到底谁是谁非？那检察官要介入，是否有人为疏失怎么样？那就交给检察官。那后面的是什么？后面是救灾，后面是灾情的救灾，迅速看能不能让他们恢复正常的生活，否则28号光复侧山一天的进出涌入的4.1万人，他一年才12万人。27号是进了2万人，2天破了光复站的一年一半50%的人进出人。那你可以想象，那个中秋节大概还会有人去。那问题是，你的建构系统现在看不出来。甚至于，你连县政府每天召开记者会，告诉大家现在的灾情，寻获多少人，失踪多少人，哪里的状况是什么东西，完全记者会的整个资讯都没有。这完全不像一个救灾系统可以做的事情。就要最后回去。花莲县府做了什么，或者民众满不满意不用由我来说服大家，花莲县民自然会在下一次的选举用选票来告诉大家答案。就像大罢免的时候，每一个摄影棚绿的也好，或者是非蓝的都喊得震天响，最后花莲县民用自己的选票告诉社会他们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很清楚了。那再来便当，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争执，那1万个便当浪费掉多可惜，县府怎么样没有把这些便当送到人民的手中？但我就问一句，目前为止不管是灾民或志工，有哪一个人因为没吃便当饿死吗？没有，但是有人因为中央政府荒腔走板的撤离，带走18条人命。我觉得若方刚刚他是偷换概念哦。你说这个在20号开会之后扩大了这个疏散的名单，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确实有扩大，从什么样扩大？从45人扩大到600人啊，有这件事情有做，但是从600人扩大到8600人，不到24小时之内，哪一个政府插了翅膀可以做这件事情？老实说啦，现在大家看到满街的铲子超人，觉得很感动，我当然也是，可是其实我还有一个情绪是，我们其实对不起这些民众。莫拉克风灾的时候，国防部当时的政府出动50万人次的国军，全面接手民间救灾工作，去做后面的后续复原的工作。那为什么国防部到现在第8天了，还没有全面的由国军接手这件事？同时我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我想了一想，我觉得柏惟应该要跟国军道歉，因为他刚刚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因为民众家里有私房钱，国军如果进去恐怕不方便。我觉得你这样子在羞辱国军他们去救灾的时候，
候，难道他们会有这样其他的念头吗？我当过兵，我当兵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长官讲，这个是发生争议过的事件。你也不可以这样子给国军贴标签啊！请问有纪律、有编组的国军去救灾比较保险，还是现在散打？你连这些产值超人叫什么、住哪里、在哪里干什么都不知道？这些民众是没有被编组的民众，我不是找你吵架。你今天要跟我们国军贴这样的标签，求请你对你的言论负责任。那是零星的状况，你不可以说国军没有接手救灾，是因为民宅里面有私房钱，你就在羞辱国军哎！现在去的那些产值超人，你连他叫什么、住在哪里都不知道，难道他们的纪律会比编组的国军部队里面的国军还有纪律吗？你自己听听看，你讲了什么好不好？你自己听听看，你把人家说什么没有人因为饿死，不要找我吵架，没有意义。我当过兵。在当兵的过程里面，长官就有交代，当我们去扫街扫路口的时候，要经过人家家里，需要人家的同意。现在灾民在安置的情况下，有些很多人的家门是摆在那边的啊。你说我们就现在自己去清，我就不知道哪一个单位拥有这样子的规则，硬要说这个是标签，是你在羞辱整个国防部的国军，不是我。我是一个阿兵哥，听着军事官的命令办事情而已。瞎掰。我补充一下了，那个刚才讲到。罢免反罢免，我已经不想要提这题，因为翻页翻了2个月。佩君刚刚讲726才开始成立，他觉得刚才有澄清嘛，是7月21号其实又开始监控水利署。监控跟成立小组是2回事哦。验色湖应变小组是7月26号，我一句话都没插。7月21号就成立了，水利署跟罢免没有关系。请把这页翻开来。7月26号才成立的，请把罢免这页翻开来。下一次县市长选举还有1年多。请花莲县政府徐正伟也不会再连任了，好好的做事。花莲县国民党提一个大西瓜都会赢。下一次县市长选举还有1年多，请花莲县政府徐正伟也不会再连任了，好好的做事。花莲县国民党提一个大西瓜都会赢。不要再谈政治，不要再谈选举的事情。你刚才谈到说用选票来决定花莲县政府做的好不好，我要说的是，国民党提一个大西瓜都会赢，但是请不要提傅昆萁。OK， 这件事情好，第一个，那不管刑事或行政的责任，那会有包括花钱，然后包括有所有的相关都要去厘清。在救灾，我们如果看待救灾以后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未来怎么样？尤其这几天，其实光复虽然经过这么多的一些同胞们大家互相的帮忙，但当然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到以前那些生活。到底后面到底该怎么做？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我们今天还没有花一些我不要用浪费时间，我们还没有花一些时间，在有很多人会去讨论谁的雨鞋干净的，谁的雨鞋多少钱，谁的雨那个不是我们关心，我们关心的是现在在救灾的时候。资源怎么样能够做最有力的分配，包括人力，包括各方面，这才是大家现在一个重点嘛。责任当然该理，后面该负责任就负责任。那这整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得到，对国人来讲的话，同岛一命，大家都希望能够帮光复尽快恢复回来。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国内的政治还是往下走。今天在政治上的新闻，柯文哲柯前主席的案，金华城案，今天继续往下开庭。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包括黄总召，到底跟所谓的媒体狗仔团体之间有什么样一些的关系？然后是真的有去做包括政治跟监，还是揭弊？所有这些引起大家非常广泛一些讨论。先让人看一下黄总召在回应相关一些议题他的说法。来，你如果说要讲养狗仔的话，全国最大的狗仔集团就在你们晋传媒。是王一川指控我的第2点，说我为什么知道柯文哲去88会馆？王一川，你是识读能力有问题是不是？你有读册不？你认识中文字吗？你认识中文字吗？媒体报道这4个字你看不懂吗？我们协会在做的事是在揭发弊案，不法的弊案，违法乱纪的弊案，跟你们《镜周刊》养狗仔刊登这种下三滥的东西，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谢兴恩他昨天提的那个声明，有同仁传给我看，我看了，我非常感动。
这才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样子。这才是一个记者应该有的样子。这是中央社的损失。来 ，Thank you。这件事情到现在，中央社的一个记者还是司法联谊会会长，然后请辞走人。今天媒体报道说，林传媒是不是说就不再发稿了？那是不是会要所谓的暂时要结束相关的一些东西？黄昌刚才你听到了，他讲说什么88会馆，因为88会馆这件事情，媒体写说柯文哲是不是有进出88会馆？那黄昌就酸王一川离说六塔塞哦，那媒体报道所有这些意思，黄昌一直讲，意思就是那些跟他都没有关系，他们就是揭弊。这个是88会馆传说中，来我们看他的名字哦，叫做腐败的警界高层与黑道出入豪宅的招待所。这张照片，这个角度，这不是偷拍，这是监视器。这个时候我就要问一件事情了，一个警界高层与黑道出入豪宅招待所的监视器是吹哨者可以拿得到的吗？是一般记者可以拿得到的吗？在这里我就要就叫上义夫上工了。平常你在上酒店，我们台中有什么海开头的，什么金开头的，你可以拿到那边的监视器吗？资深如你拿得到吗？啊，拍摄给我借问一下，9月25号延暗吼，那个7点至8点，那伟明盖那个调一下，这个你做得到吗？老板我不认识，你换一家我认识。没有，他这个袋子是辗转了好几手，才到这边。好，第一个提供的人是谁啦？哈，在林炳文身边，不止柯文哲身边有狗仔，林炳文身边也有狗仔。哦，炳文哥你自己想办法啊。第二个问题，黄国昌在爆料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什么郑文灿、邱龙泰、蔡壁如。柯文哲、林维洲，他是要跟谁？他这一天是要跟谁？他有讲到88会馆，要讲到内湖路私人招待所嘛？啊，你是跟谁？你是跟你，因为他爆料这一件事情的时候，quote只有这3个人啊，一个警大的陈校长、柯文哲跟林维洲嘛，他这个那个时候只有跟这3个啊，这3个是谁最有新闻价值？林维洲竹北市长选完，现在差不多跟半退休一样啊，不知道会不会再来。警大校长陈插文，他的第2个字我连念我都不太会念呢。陈泽文，那你是在跟谁？这个是黄国昌要回答的。另外一方面啊，林传美风风雨雨，生意很多。我跟大家讲，林传美也有好的报道过，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啊，或者是数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林传美的第一篇报道在台中，叫105号码头严宽恒的。林传美因为今天说休刊了。他的最后一篇报道，大型的专题报道，叫做《台中垃圾山》，在台中也是很好的报道。他揭开了，甚至连绿营在地议员屡次关心都上不了版面的。但是林传美曾经做了什么事情？他发了一张特约给黄国昌黄爸爸狗园的这个两张，这2张啊做了非常多很恶心的事。这一件事情今天独家第一次揭露。因为其他台时间不够，来不及讲，时间比较长，我在这边讲给大家听。这个是黄国昌，时代力量立委落选之后，无聊自己开直播，刚好遇到2021年补选，那个时候我在当立委，他没当，他说什么？我是绝对不可能支持严宽恒家族我坦白说啊，他就没料嘛，大家记得这一篇。后来他们2个站在一起了，这过程发生什么事情？2021年补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打105号码头，我是挂总干事嘛，林进竞选总干事，然后我负责处理这个媒体议题，还包含我自己上节目。105号码头，然后他们的停车场红包股案，就是我帮你处理停车场的事但是你要包红包不要现金，你包股份给我。然后还有甚至有人命的费用案等等，很多事情大家讨论，包含他们家豪宅窃占国土，到后来甚至这个好像假买卖的事情。有一个题目我们没有打我还有去请问严家的干部，他们没有防守，就我们没有攻，他们没有守，但是他就凭空出现了一题，叫做严家跑祖坟案，就是有一个消息出来，是严清标的妈妈，她的坟墓可能是涉嫌违建。这一题我看到，我跟大家讲，这题我先确定一下是不是我们的人都没有，我们这题我们不打。然后他们那边，事实上他们那边的发言人，大家去查一下就知道是谁了哈。最近也是这个上片各大节目，张同学对张同学说，
我们也有看到这一题，我们也有问自己人，然后我们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它产生了一个后果：费鸿泰、郑肇清那个时候是新闻局长，然后吴世伟台中市民政局长，还有拿蓝营的北部议员立委跑出来讲，共同讲6个字：绿营泯灭人性。那我就好奇了，题目不是我打的，坟不是我刨的，新闻不是我发的，什么时候我泯灭人性了？结果啊，当时查不出那个记者是谁。台中市的民政局长吴世伟吴局长，他有出来接受访问哦。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是林传媒的记者，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严家有个大管家，我们在地就知道叫妙姐。妙姐打电话给林传媒的大头记者，恁吼，甲阮票啊写到大院啦，写到高血压啦，生气啊，飙骂好几分钟啊，然后我们就一脸无辜啊。然后接下来相关地区，我们海线是2分局嘛，2分局的局长分局长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边还好吗？需不需要我们派员过去巡逻？黑道也有风声说，我们这个在找人啊，干嘛的？然后调查局一般是我们去泡茶，他们带茶叶来我们那里泡了，一泡1个下午，很怕我们总部会发生什么事啊！大家都担心啊。结果这个人在3年后终于知道是谁，因为当时吴世伟说打过来的，那这个记者打了2通电话，一通打给严清标，说你妈妈葬在哪里啦？一通打给严清标，问他你妈，他自曝自己是林传媒的陈姓女记者啦，因为他声音是女的，陈姓记者。第2通再打给台中市的民政局局长吴局长，打给他，我另外请问一下，严清标妈妈葬在哪里啦？是不是违建这样子啊？莫名其妙，严清标也生气，严家也一头雾水，我们这边我们也没有攻这一题一头雾水。我因为这件事有去查证，你知道这个新闻第一个是从哪里出来吗？对，中广。它叫中广新闻网，它上面还写独家爆料，我都快要忘记中广新闻网独家爆料的上一个是什么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有独家爆料。第2个，严清标住院那个时候有照片出来，大家知不知道？第1张是从 D 卡出来的，那个都是非传统爆料的。那个时候如果有蓝白合，说不定就是丢给我不知道蓝营的民意代表。结果当下没有管到的时候，他们就是从这些奇怪的地方出来。那我问你啊，请问一下，黄国昌做这件事情，他是挺蓝还是挺绿，还是人告小家乡民得贵？他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他是配合严家打悲情牌，但是连他老妈的祖坟都拿出来操作。我不认为严家有这样子的。等一下，你怎么会刚才那件事会跳到黄国昌？因为这个是谢信荣记者。刚刚打电话的那个就是谢信荣记者。抱歉，我故事讲一半。谢信恩，抱歉。那个陈姓女记者后来为什么会被发现？因为整个相关地区林传媒没有姓陈的女记者啊，所以当他们要究责到林传媒的时候，他们有一些资深记者，然后我们在地方中部地区大家熟嘛，我们就没有姓陈的，我怎么知道是谁？后来3年后才发现，这个陈姓女记者有特约，甚至去被人家拜访过，看到照片之后，曾经被问到的人才出来讲说，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然后后来就是这一段时间，我们陆陆续续才把这些事。所以林传媒有没有好的报道专题？也有。然后有没有正常的行为？也有。我认为啦，因为林传媒现在今天下午说要解散嘛，那现在开始内部的你们有吹哨者，我也有他们就出来跟我讲说，我跟你讲，委员不是因为前面的事情，前面我们都很认真做专题、民调什么，我们都很认真很多电视台引用，后面出问题。后面出问题啊！后面出了什么问题？时间有限，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面对面，我们下次见。OK。不过刚才 Thank you 讲的意思就是好，那这整个黄昌跟这些到底有没有关系？那黄昌就告诉你，他们那个协会就揭弊，他们也不做这些什么。一战是我刚刚讲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黄昌就直接甚或直接问王一川，你说要有坐牢，坐什么牢？整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黄昌就直接甚或直接问王一川，你说要有坐牢，坐什么牢？跟拍的事情，然后你去告了，连那些人都不起诉，你别给我一下。然后讲他现在跟你讲说，然后你们现在天天说什么他跟凯斯国际，他跟什么什么到底有什么关系？
关系到底在哪？对，有没有要坐牢？我不知道哈。这未来王一川现在已经告了嘛？还有其他人就今天又多出2个人，一个叫林佑昌，一个叫张景生，他们会不会提告我们不知道。但是王一川已经确定要提告了嘛？那有没有妨害秘密罪的问题嘛？相关的刑责在5年以下嘛？因为你不是媒体。黄国昌，你现在那些记者，当初王一川去告那些记者的时候也不是记者，就是狗仔的时候，他去告的时候，他这个地检署是以所谓的他们是媒体嘛，是引了那个凯斯国际的凯斯国际有经营媒体业嘛，那他们其实很多人的身份也是同时也是记者啦。那但是黄国昌你不是记者了你总不能说你黄国昌是记者嘛？你黄国昌成立了一个协会。找了这群记者，领了凯斯国际的钱去做了这些事嘛？那黄国昌你就不是记者，如果不是记者，你可不可以成立一个协会去跟监一个政治人物？我就不要讲政敌了。那我今天、明天我把我的协会也开始养狗仔，然后我登记一家公司去可以从事所谓的媒体行业，我就可以跟监那个上一夫吗？我可以跟监钟佩君吗？当然不行嘛！我今天碰到林涛说，如果有议员用同样的模式跟监你选举的时候，我跟监你的时候，这样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为什么？政媒之间就有一定程度的界限嘛。媒体可以养狗仔，媒体可以做的事情，政治人物可不可以做？当然是大家为什么会坚决说中间有一条界限是要划清楚了嘛？这一次为什么林传媒在今天就开始停止了他们相关的上稿的动作，等于是收掉了。那为什么要收掉？他们也承认林传媒在那个时间点跟黄国昌这样的密切配合是不宜的，是有反媒体业的相关的职责嘛。媒体养狗仔，我们说真的之前都有等一下上一夫还会解释的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有一个线头，会有一个案子，这个案子这个弊案是觉得说它是有重要性的，有公共利益的，所以我去跟监这个弊案的相关人等。我就问黄国昌，你说你接弊，你跟监了这么多人，你接了哪一条弊？王一川闯红灯，陈时中吃饭，这叫弊案吗？如果不是，那为什么是这些人？王一川涉及了什么案子，所以你要去跟监他？林佑昌涉及了什么案子，所以你要去跟监他？还是林佑昌是做罢免的工作，所以你要跟监他？如果林佑昌做罢免的工作要去跟监他，那就是叫政治跟监啊，那跟弊案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为什么要跟监这些人？你没有跟大家交代清楚嘛？那你的资金，凯斯国际这些钱付给这些狗仔的钱从哪里来？资料收集的资料，你不是给媒体全部你给徐小新只有闯红灯的画面你跟监了9天，这些资料，他还自己还秀过他们这个揭弊者联盟这个档案柯文哲都还厚一本对，唯一有弊案的是谁？要不要以后我们说揭弊柯文哲弊案的不是钟小平，是你黄国昌，你干脆扛起来说柯文哲就是你揭弊的。不是吗？到目前为止，你跟监这些人真正有弊案的只有1个人嘛，那个人名字叫做柯文哲嘛，不是吗？那你是不是接了柯文哲的弊？所以今天为什么大家又质疑你到底有没有跟监柯文哲这件事情嘛？媒体是写得很清楚，事实上是有跟监只不过他们资料现在都还没有写出来而跟监里面包含中午跟谁吃饭这些讯息是你黄国昌挡了下来，而你跟监的这些资料，人家内部今天的媒体还报道说，原来你隔几个月之后你就当了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所以你跟监的目的是政治目的吗？如果是政治目的的话，那你可以采取这样的行为吗？那以后大家都跟你一样就好了。那媒体跟政治之间的界限要怎么划分？所以你就没有解释清楚你的资金哪里来，你跟监的对象是为什么这些对象，你的资料哪里去嘛？而且你没有去跟大家说明清楚，你的跟狗仔开会的地点就很明显的就是你的协会高翔的协会嘛，跟你亲人有关嘛，跟你妻子有关嘛，所以你跟这些狗仔开会的地点，你已经脱离不管关系的，这群狗仔就是你养的，而你养狗仔的目的真的是为了揭弊吗？这个所谓的你在所谓的媒体跟政治之间的界限，这条界限第一个问题嘛，第二个问题是公私不分嘛，你有些这些包含这个记者这个记者今天辞职，对啊，我要说黄珊珊说了没错，干嘛辞职？表示你认为你自己在的作为是中央社所不允许的，
中央社是一个国营媒体耶，中央社付钱给你，付薪水给你，结果你接的币，你去只跟拍的薪水又领了另外一个薪水，而且你去租车位啊，今天林楚营报道说他去租车位，租车位那个联络住址竟然是法务部的住址啊！你连自己的家里的住址都不敢留法务部的住址，我都要讲法务部，你要站出来讲啊！为什么你可以给人家留联络住址，去租车，然后当狗仔去跟拍林楚英，跟拍那个潘孟安，这些都是这个记者你公私不分嘛，正媒不分，公私不分，在讲真假不分嘛。到底林传媒讲的冷钱包，我们在谈柯文哲案的时候，冷钱包这件事情，钟小平还因为这样子被柯文哲告，对不对？他讲的什么有多少钱啊？我讲钟小平很可怜啊，他根据的媒体就是林传媒啊，林传媒讲了冷钱包之后，大家都跟着讲讨论冷钱包这件事嘛。而冷钱包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如果是假新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假新闻？假新闻对谁最有利？对民众党打击我们这些包含我们在讨论的柯文哲案的是有一个打击性嘛，表示你们的都是假的，你没办法证明是真的嘛，你们没有办法证明有虚拟货币这件事情嘛，所以为什么钟小平后来被柯文哲告的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虚拟货币啊？所以这些事情，民众党跟黄国昌，你们都没有办法交代清楚。你们正媒不分，你们公私不分，你们真假不分的情况下，你们未来要如何对你们有没有跟监你们的前主席柯文哲来做交代吧？所以今天柯文哲问出来的时候讲了啊。一副就是不要再问我这件事情了，表示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知道他有被跟监的情势，而在未来他跟柯文哲之间，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关系生变的话，我相信媒体应该掌握更多的讯息，只不过现在都还没有说出来。那如果未来的时候，你民众党的这个党要如何去面对你们的现任主席跟前主席嘛？那佩君，那中间当然包括有资料，因为王一川那个闯红灯啊什么那些是巧芯先爆料出来的，所以当然也会有人要问说，包括巧芯啊，包括蓝营的一些政治人物也有被问到这样一些话题。那王宏威委员他是讲说，他觉得最起码黄国昌这些，他可以约束政治人物的一些相关的行为，是这样吗？我个人是没有类似相关的发文，所以我应该是没有身在其中啊。但我觉得从苹果日报跟一周刊进到台湾这20几年来，我想所有公众人物对隐私权的界限，应该跟主观的感受两个我都带过落差吧，对不对？就是我们对隐私权的想法，因为所以很多人晚上要去哪里都会找我去以测。不是，向东，你看一下，我刚研究，我看一下在座，其实包括我自己啊，就是对这件事情应该都有点感受，就我们心中想的隐私权，因为这些周刊还有这些媒体的进驻，已经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了。但我觉得比较奇怪的是说，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一直在讲说它是一个水门事件的翻版。我觉得比喻很不伦不类，因为水门是执政党去监听在野党，那可是黄国昌是在野党，那你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我不去讨论他的新闻伦理，应该说我不能讲他在新闻伦理上面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他去拍了这些行踪，然后投稿媒体跟政治人物，我不会说过去我自己也是新闻从业人员，我不会说他在新闻伦理上完全正当，不然上公可能会揍我，对。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好像社会大众已经被训练到，已经习惯说某一种特定的媒体或他旗下的特定记者，他可以去大大方方说，我有经营某些司法线。那或者是说有一些根本还没有公开的侦查庭的内容，或者是检调刚搜到的证据，变成报道的一部分，然后变成独家的消息来源。那特定的政府机关不具名消息人士3不5时就作为这个特定媒体的这个放话的窗口，然后有特定的记者在负责写独家。好像我们这个社会大众已经慢慢都接受这件事情了，没有人起来跳脚啊。那现在这几个记者，他说他这个兼职啊，拍一些投稿啦，然后这个说我们现在一直去讲说，犯了媒体人的天条啊，没有新闻伦理啊，然后这有符合没有，重点是他跟黄国昌的关系。就如果只是这个媒体他们自己在去做这些事，那是一回事。现在是说跟黄国昌之间。有没有就是黄国昌指挥狗仔，或者这些狗仔跟黄国昌这样的关系，然后去拍了政治人物？因为黄国昌是政治人物，重点是在这。如果单纯是一个媒体，其实不在大家讨论范围里面。对，所以我刚刚也很老实的跟小五哥说因为我都没有收到相关的照片，我也没有寻这个途径，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但是我自己过去是媒体嘛，所以我只能从这个媒体新闻伦理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情。来瑞芳，刚才佩君姐也讲说，觉得是水门案。言之过度了，或甚或有点不伦不类，会吗？
其实我们在讲说，如果你说像王宏威讲的这是有效的来这个约束政治人物，但是我们一直在讨论黄国昌当时在就是跟踪派他的狗仔们去跟踪王义川的时候，他不是政治人物，他是一般的民众。他还没上任的时候，那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监一般民众，他就是所谓的这些征信社啊。就是我想要跟你，我就跟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吗？我觉得你是我未来的家，因为那时候王义川他也是这个备位立委嘛，他还没有上任嘛，那他有可能会上任。那你是因为把他设为假想敌，所以我觉得你以后我就先跟你，用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吗？那如果国民党或王宏威觉得这是可以的，那大家就讲说，那就回到当时，就是这个检调单位可以直接去跟监，你要跟谁就跟谁。我觉得我办案，我现在觉得这个义中老师可能在路边站在路边吃东西，有损形象，拍他或干嘛，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吗？我觉得这是毫无法律的一个界限在这边呢。那我先讲一下黄国昌这个好了，就像大家讲，他不是只拍绿营，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可他讲的这个档案叫做柯文哲政策档案，但没有人知道，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88会馆相关的这些照片或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同一批人所拍出来的。所以你要想，黄国昌敢这样拍柯文哲，敢这样拍蔡壁如，那当然绿营就不用讲嘛，他连自己人都拍，国民党会不会有人也在那个档案里面？那黄国昌未来的假想敌如果是李四川博有没有未来也会有一个川博档案在这边？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拍了什么，他的档案那时候不是马赛克码了一整个墙吗？所以你看黄国昌他现在就是用手上位，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恶劣，很无底下限。他说这个王义川是秀下限，我觉得他是毫无下限的。他说这个王义川是秀下限，我觉得他是毫无下限的。他这个叫做政治迫害，我就要跟小草讲。到底谁在害阿北？我觉得就是黄国昌。黄国昌第一个，如果你88会馆先丢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政治破坏？然后你再站出来说这些都是科幻小说，站出来说阿北怎么可能这样？我是挺阿北，但殊不知这些东西是你黄国昌叫人去拍的，才丢出来的，变成回过头来我是站在阿北身边，我最挺柯文哲，我最挺阿北，我最支持，我相信柯文哲是清白的。这如果在古代叫做奸臣因为你身边放了一个，我其实在背后一直戳你，其实你的东西都是我放出去的。为什么绿营的人会质疑这里面有没有港资的问题？他觉得你们现在不只是在编故事、科幻小说，所有的都已经讲到快开花的那种感觉。为什么绿营有人会质疑有没有港？甚或像卓冠廷是说，如果有港资，那就是国安问题，不是单纯，因为它牵扯到两岸之间的一些问题。你们为什么会质疑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讲说这个凯斯国际这部分。凯斯国际，大家再去查这家公司它的资金来源，因为这个凯斯国际呢，它也投资过民报。那大家这个《镜周刊》现在也在讲说，跟狗仔这件事情，你要养一对狗仔，它是需要多少钱？其实《镜周刊》都算得出来，它算得出来可以告诉你，你跟一批人要多少钱，然后你要花多少时间，都是上千万的，算得出来。你不要说这是我们自己乱讲。OK， 那这样的上千万，你光一个凯斯国际，用算它的资本额是1500，然后又有李丽娟这样子的一号人物，那这家公司跟香港的看起来，大家现在是目前说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家，可是还要再查。但是他的资金如果都是同一家，那你的资金来源，因为李丽娟她有这么多的资金吗？那如果说李丽娟没有这么多的资金，那黄国昌你所付出去的这些钱到底是哪来的？一中，你看现在黄国昌就跟你讲说，他们就是揭弊啊，他就是制造者协会啊，而且他就跟你讲说，你只要问这个，他就跟你讲说秀下限，什么白差问题，你们怎么都会这样讲科幻小说，就只要讲这些就过了吗？他说我 very busy。他说他消失了3天 ，very busy， 但是他还是没有，他那个直播我有看，但是他还是没有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一群狗仔队究竟是不是你养的，
或者是你请人家给的钱，他其实没有回答这个最直接、最关键的。包括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好，今天记者问他，好，他也是这边讲一堆，他说他觉得那个谢幸恩他很敬重他，他觉得什么 respect 什么，随便你讲。中央社的损失，他没有讲一个重点是，这国狼是不是去切嘛？因为大家现在质疑的就是这一个。这个当然是一个模拟的那个，它的这个不是原始的，这个是模拟的对话记录，就是说这个2023年这个国商小组，它里面它就是标记了一个0叉叉，他说目前现场状况如何？啊，这0叉叉当然也回，这个0叉叉就是跟监王义川那4个的其中一个，然后这个 S 就是谢幸恩，今天都证实了，然后最后黄国昌说为什么会这样？感谢我离开了，然后林姓狗仔收队辛苦了。这是模拟的，对，但是他那个对话是事实。那黄国昌说，为什么2023？他说因为2023年有人跟监媒体骚扰他，所以他才要反搜证。他现在用这个反搜证。好，那重点是王义川骚扰你哦，刚刚林右昌骚扰你哦，然后你刚刚讲还有什么张景生骚扰你，这些人都有骚扰你吗？不然你干嘛反搜证他们？还有一个，然后另外就是还是要回到那个林传媒，就刚刚3Q 提到这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非常的诡异，就是因为它是2022年的11月17号，那个时候是还在选县市长的时候，黄国昌那时候还是时代力量，而且那时候时代力量陈椒华那时候还毛起来去提名，因为陈椒华算昌派，所以那时候黄国昌其实在各地提名了很多他的子弟兵，后来全输了。输到腾狗，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黄国昌那时候还是时代力量，而且时代力量还在他掌控底下。然后出现这一篇，而且这一篇是不具名的哦，就这一篇讲88会馆这个柯文哲、这郑文灿去做上宾这一篇，他是不具名的。可是我们去查，同一个时间，这个谢幸恩其实就刚刚讲那个 S 就谢幸恩，他其实就在林传媒。他其实有另外一篇报道是跟监那个陈时中的，另外一篇报道里面的那个谢幸恩，他是有提到，就是。这是另外一篇，也是林传媒，这是早一点的，2022年的10月这一篇，说陈时中连跑3处勘灾闯红灯，也不是跟监陈时中，这一篇有注明是谢幸恩哦，所以我们合理怀疑，刚刚讲那一篇爆料柯文哲11月就有进出88会馆，是不是都是谢幸恩肯定？那谢幸恩怎么会有这些跟监的资料？谢幸恩不会的摘掉嘛？那所以谢幸恩的这跟监资料是不是黄国昌那时候，因为他揭弊者协会已经成立了，所以是不是黄国昌在2021或2022年成立的狗仔队去跟拍的这些画面嘛？然后透过林传媒去把它变成是独家，去攻击政敌嘛？所以现在大家讲，其实我很遗憾，黄国昌胜许跟贵也给我没办。2012年那时候他们那时候是叫做反媒体垄断，我有去嘞，那时候还是学生时代，我们在那个 NCC 的门口那边，我们有去抗议哦，反媒体垄断。接下来。黄国昌2019年那时候还不是还跟着馆长去反红媒嘛？我还有去，那时候我已经有知名度，我还是那个助讲来宾。所以其实甚至包括后来他在时代力量虽然没有选上那个，他因为2020那时候是不分区第4名没有选上，他搞了一个公益者揭弊协会，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啊，就是说如果可以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哦，虽然你没有立委的身份，我嘛是刚北拜啊。他在时代力量虽然没有选上那个，他因为2020那时候是不分区第4名没有选上，他搞了一个公益者揭弊协会，我那时候也觉得不错啊，就是说如果可以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哦，虽然你没有立委的身份，我嘛是刚北拜啊，结果没想到这个以前觉得他不错哦，媒体正媒要分开，然后公益揭弊，就搞到最后很可能是你自己养了一批狗仔队。可是这简介的，来上工，来最后3分钟，麻烦问一下，以你这么多年的活化石。政治跟媒体跟所有这些，这一次你觉得过程当中，如果以你的角度看，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出了问题，犯了什么事儿？第一个，黄国昌才是真正秀下限的人。媒体啊，记住媒体一件事啊，媒体所有的东西刊登在他媒体上面，必须做法律责任。当然，第二个，他必须去求证。第3个，他必须对当事人做平衡报道，所以每一次都有截稿前访问当事人。好，请问一下，王宏威为什么说那些本位的人要道歉？因为他是看图说故事，他根本没有去求证旁边那一些人是谁。这是跟媒体的差距哦，跟媒体的差距很多大。民众爆料以后，谁负责任？爆料人负责任。媒体告诉你，我刊登出来是我责任，而且我媒体很明白的告诉你，我是哪个记者写的，我们是拍到在哪里拍到的，它是有来源的，明确来源。
请问一下，所有刊登的东西，民众立委议员拿到民众的东西的爆料，有否来源依据？并没有。上面有标吹哨者协会提供吗？并没有。同一口径，民众，对，你掩饰来源，不敢负责任，这有多大的差距？这有多大的差距？好，你说调查员我都不会透露他们，挂在凯斯的人叫调查员，还是挂在你揭壁子查案子的是调查员？很奇怪啊，你揭壁的协会的人是你的调查员，为什么劳健保挂在凯斯？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正常吗？如果薪水是你支付，只是名义上挂在那边的话，基本上这是违反规定的。这是违反规定的啊！对你其他里面大家在说你的资金来源啊等等来源，那个都不谈了。上空政治人物的那个分野，对，在拿捏这些有什么特别？你政治人物，你基本上如果你去干这种事，基本上已经违反民主的原则。你怎么会去跟一个人闯红灯呢？你怎么会去跟一个人去吃饭呢？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你跟他吃饭的目的是什么？就为了拍旁边那一些穿着看起来很时尚、很辣的女士，结果证明是医生。结果谁道歉？接到的那个爆料人道歉。所以就一句话，媒体还要负查证责任。而你提供给这些议员、立委爆料的，根本连查证都没查证，不然王宏威干嘛要道歉？媒体是要查证的。佩君，我们都待过媒体人，可以不用查证，我直接弄完了以后给别人，别人不用查证要道歉了。我说这个跟媒体的分野有多大？我再说一句话，黄国昌，你真的跟《镜周刊》不是一个档次，因为你档次更 low， 你连求证都没有啊！你就塞给别人爆料啊，结果别人爆料错了要道歉呢。镜周刊写你这么多，镜报写你这么多，如果有错，爆料很低级，你告他，你告他给我们看啊，你又不告，这件事情未来会不会再继续往下延烧？那当然，黄章总召今天在记者会上面也有做相关一些的回应，那能够满足所有民众那对这一部分问题的一些解答吗？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花莲光复当然呢，接下来呢还会有连假，相信还会有一些人去帮光复，希望能够尽快恢复正常一些的生活。那今天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